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nd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又是一个开箱影片，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igma 2470 2.8 Mark II 这一颗全新的镜头，它做了很大的改进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在开始介绍这颗镜头之前，我比较心情沉重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花莲的近况。身为一个花莲在外地北漂的游子，在4月3号地震那一天的时候，我本来要回花莲去扫墓，然后早上了一场地震，断了公路，断了交通。我们当时只能选择，我那时候选择说没有回花莲，因为我觉得花莲当时的状况有一点像是半灾区的，所以我选择没有回去。当然当下发生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马上扣电话回家里，因为老人家都在家里。那时候好久没有遇到电话打不通，通讯完全中断的那个2-3分钟的时间，打了家里电话，打了手机，完全打不通。那时候心情是很紧张的，想说到底该怎么办。那在前阵子花莲经历了2次大地震之后，我刚好拨了一点时间回去花莲一趟，陪陪老人家。我发觉花莲的街头再也没有那么多人在走动，人稀稀疏疏的。然后我看到了有人贴着花莲加油的海报，跟满目疮痍的花莲街头，被封闭的路，然后被待拆的建筑物，这些过程都让我觉得花莲人真的要加油。身为一个花莲人，我为花莲人骄傲。如果你今天看到我这个影片，我希望你可以找个假期，现在地震也没有那么多了，可以到花莲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让花莲的经济好一点，让花莲人潮多一点。花莲主要赚的还是观光财为主，那花莲的游客少很多之后，花莲有名的这一些店家，公正包子、庙口红茶、山东豆浆，这一些我小时候从小吃到大，后来观光客太多都没有去的店，我发觉人完全没有人了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冲击蛮大的。那我希望如果你可以，就麻烦你可以到花莲多过观光，帮我们花莲东部的乡亲做一点消费，让花莲人可以再次的从灾难中爬起来。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，这是身为一个花莲北漂游子的心情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花莲，花莲会坚强的再次爬起来。谢谢。感谢大家听我唠叨这么多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来做开箱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颗最新的 Sigma 2470 2.8 这颗镜头。它其实比1代的时候设计上面口径上面没有变，一样是28的，然后一样提供了 E 口跟 L 口的部分，也是一样外变焦，然后它比原本1代的那个版本更加的细了。原本的口径是82口径，它会整个下来，然后这时候它把前域一样设定为8域，为了进光量，但是后面镜头的部分，镜头组整个缩小了。那它比之前更多的是提供了光圈环。那光圈环之外，它一样提供了为了怕你录影的部分，提供可调的无段光圈的部分设计。那这一段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录影的时候做到平滑的切换。甚至它多了一个光圈锁的功能，这个光圈锁的功能就是怕你在误触的时候，有时候有光圈的环的镜头在误触的时候会推到，然后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光圈跟着变动？那有了这光圈环锁定键，就可以把它锁定在28到22这个焦段的部分，甚至可以把它锁定在 A 的部分，透过机身去调控。然后这里又多了一个 lock 键，这个 lock 键是锁定24端，不要让它可以无缘无故推出去，可以稍微 lock， 但是如果你用力推，
它其实跟那一些长焦镜头设计是一样的，你推还是会往前走吼。那一样提供了2个热键跟 AF 跟自动对焦这一个部分。那最大的改变还是在于提供了24端的镜头锁定功能，跟有段跟无段光圈的变化，还有光圈环锁这个部分的改进吼。那这是我看到外观的部分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颗镜头的用料扎实程度哦。这颗镜头本身提供了15组19片的镜片，6片的 FLD， 2片的 SLD， 然后5片的非球面镜片。那透过这样的镜片，用料之扎实，让我觉得哇，我真不愧是 Sigma 的 Art 系列顶级系列哦。这颗镜头设计上面更让我惊讶的部分是，它在24端这边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有到17公分。就算是70端，它也有34公分的最近对焦距离，这个对我们来拍微距的时候很好用，而且拿来拍一些小物的时候很好用。17公分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你遮光罩要拿下来，超过这个遮光罩到这边大概这样的距离，手指头这样的距离，然后这样的距离，它的放大倍率到了1:2.7的放大倍率，70端它到了1:4的放大倍率，这个真的是令人觉得很恐怖，因为我没想到 Sigma 居然推出了这样的设计。我们接下来再聊聊看它的对焦系统。它对焦系统采取了最新的 HAL 的这个对焦系统，号称比1代的对焦更加快3倍以上。那我这一段时间使用了 ZV-1 跟 A7R4 来做对焦，发觉对焦速度真的蛮惊人的，比之前快非常的多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光圈 2.8 到光圈22的画质表现吧。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画质跟边角画质的部分，那它的 2.8 有些微的暗角，说到是有轻微的改善，到 5.6 以后就整个没有暗角了。那我觉得画质最好的部分落在11之前，那后面画质的确会有一点劣化的部分，那这个部分就是看你想要拍什么咯。那通常我们一样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们会尽量把光圈落在 F8 跟11的状态来做拍摄，以追求最大的画质哦。再过来看到的是星芒的表现的部分，它从 F2.8 开始，如果你要好看的星芒，基本上会落在11左右，到后面会越来越漂亮。但是为了取得画质上的平衡，我建议是11到16中间来做拍摄哦。那这颗镜头我在这段时间上面使用上，透过了 R4 的6000万像素，一样为的宝哦。一样是针对高像素设计的优良镜头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一段时间把它拿去拍摄了2组人像，然后拍摄了街头。那你会看到它的光点的部分，就算是在 2.8， 它的光点一样是很圆润，我喜欢的那种光点。那拍出来的效果，边角虽然说有点带椭圆，没有到很圆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接近我可以接受，而且是好看的圆的散景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散景过渡是焦内是很锐的，但是焦外是柔和的，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散景过渡，不会让你觉得很生硬的切割感，它是平顺的过渡过去，那我觉得画面上是我所喜欢的类型哦。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看结论哦。这一款27-10 Mark II 这颗镜头，第一个是比1代的镜头更加的细，更加的小颗，而且甚至是对应了新的功能键出来，在保持原有的口径环的状态下取得最大的进光量，然后带给你更好的画质，透过更扎实的用料给你最棒的舒服的体验。那一样它提供了 Lock 的功能，然后一样提供了2个按钮，这2个按钮是为了它要在拍直幅的时候，然后可以让你顺手按的一个按钮。不然通常以前设计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不会那么多按钮。这个热键我觉得我蛮喜欢的，而且这一代我觉得很喜欢的一件事是，它提供了光圈环锁的功能。因为我以前常常会不小心误触推到光圈，然后就造成参数上的改变，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，觉得奇怪，怎么越拍越奇怪？就算是调到 A， 有时候不小心推过去，怎么会变那么暗？你这时候就赶快调整。提供光圈环的设定，让我可以更加安心的拍照，一样提供了你高品质 Art 系列的画质，然后
舒服的过渡，提供你更快的 HLA 的对焦马达，然后一样可以喂饱6000万像素的镜头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好好选择这一颗。我们来聊聊看，这一次我带它出去拍摄人像的部分，实拍的状态下，我不得不说，这颗镜头装上去，它没有一代的这么的宽那么大吼。我在拍摄人像的时候，它的对焦的迅速跟它的快速，让我觉得很意外。这颗镜头怎么比一代还要更加的棒？一代那一颗其实我已经蛮推荐，我还蛮喜欢那一颗的。然后没想到这颗镜头甚至是带给我原本更高的画质，甚至更缩小的机身吼。那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个人蛮推荐可以购买的一颗新的镜头。那透过新的光学设计，更缩小的镜头，然后可以让这一颗镜头除了拍照跟录影都很实用哦。那它在变焦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重心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这是蛮让我意外的一点。因为大部分的镜头在镜组推广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变化的部分吼。通常你会说，老师，我们还有一颗这个马还出一个2870这一颗的镜头，这一颗比这一颗还要小颗，但是那一颗主打的是 I 系列，小更轻量化。但是这一颗是 Art 系列，Art 系列代表的是高画质、高品质吼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需要商用啊，你又不想去考虑买一颗 GM 的镜头，GM 镜头真的蛮贵的 ，Mark II 的部分，那这一颗镜头我觉得是可以挑战 GM 的一颗好镜头吼。那我个人推荐你可以购买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感谢各位，拜拜。